此时那些天权神位突然出现在了场间，使得苏无忌和艾斯戴尔都注意到了某个强大男人的到来。而杜西斯和猩红之神已经停下了各自的动作。猩红之神转身而立，背对着杜西斯，看向那个站在树冠之上的身影，身上的气势已经进一步攀升，从那高大身材上所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息也开始变得愈发浓郁了。这家伙，苏无忌盯着，眯了眯眼睛。他是……他的话还未出口，一旁的艾斯戴尔便沉声说道：奥丁来了。天权神殿，奥丁现身。在听到了这个名字之后，苏无忌顿时有种头皮微微发麻的感觉，立刻往旁边迈了一步，挡在了艾斯戴尔的身前。毕竟在非洲的那一趟旅程中，整个天权神殿始终对艾斯戴尔紧追不舍，双方就是死敌。不过看现在的情况，好像天权神位的数量得到了补充，这次又来了整整齐齐的12个，而且其中并没有那个第一神位钱伯斯。艾斯戴尔看着挡在身前的年轻身影，心中微暖，轻声道：别太担心，应该不是冲着我来的。苏无忌沉声说道：这家伙突然来到这里做什么？可是眼下的奥丁一点都不像重伤的模样，他浑身上下都流淌着强大的气势，就算还没出手，也给人带来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艾斯戴尔说道：也许是为了猩红之神而来，他们俩一直是死对头。然而苏无忌却说道：我总感觉这个奥丁八成是虚张声势，他接连被月神和仇家打得重伤，怎么可能恢复得那么快？他坚信五大天王的老大不会说谎，对方说奥丁重伤就一定重伤，这才过了几天就能活蹦乱跳的了。听到月神这个词从苏无忌的口中说出来，艾斯戴尔的眼光稍稍波动了一下，一抹不为人察觉的复杂之意从眼睛里悄然闪过。月神身受重伤，苏珊娜已经告诉了自己，哪怕对方现在已是回到了欧洲，可自己还一次都没有探望过。至于要不要去看看他，艾斯戴尔的心中还没有下最终决定。虽然斩断了某些情感，但他并不是那种完全不念旧情的人。看着奥丁，艾斯戴尔轻轻摇了摇头，不像是虚张声势的样子，不过今天这场景也算是难得一见了。最近这黑暗世界可真是够热闹的，先是奥丁跟月神决战，接着奥丁遭遇伏击，今天又是猩红与奥丁碰面，简直越来越刺激。苏无忌拉住了艾斯戴尔的手，待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往后躲一躲。艾斯戴尔刚想说自己不用躲，却看到苏无忌又抬起了另一只手，对着夏子熙的方向做了一个撤退的动作。还真是雨露均沾啊，一点都没有厚此薄彼。夏子熙看到了，笑了笑，心里好受了一些，于是默默往后退。越来越热闹了，真是没想到啊。杜西斯咳嗽了2声，又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他和博洋类似，走的是力量路线，但是在这方面，猩红之神的身体强横程度明显要超过他的。因此在之前的对战之中，杜西斯是受了一些伤，双手的皮肤都已经全部崩开了，而猩红之神对痛觉几乎无感，完全可以硬抗伤害。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杜西斯走到了奥丁和猩红之神的中间，拍了拍手，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说道：两个宿敌居然在这里见面了，要不你们先打起来，我来免费帮你们当个裁判。奥丁依旧站在树冠之上，
那阴影下的目光在杜西斯的身上来回扫了扫，淡淡的开口了：没想到你还能从那个地方活着回来。这两人显然也是老相识。杜西斯呵呵一笑：是啊，虽然差点死掉了，但还是活着回来了，还比以前更强了一些。不过终究比不上个别喜欢嗑药的人。奥丁说道：杜西斯，今天晚上你站哪边？很简单啊。杜西斯耸了耸肩，径直走到了苏无忌和艾斯戴尔的身边。就站这一边。奥丁的目光随之转过来，盯着苏无忌看了几秒钟，又盯着艾斯戴尔看了10几秒。他看到了这一男一女拉在一起的手，阴影下似乎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咦，似乎对此有些疑惑。杜西斯，你的立场让我有些疑惑。奥丁说道。杜西斯呵呵一笑：疑惑不疑惑的，你管不着，先管管你的老对头吧。猩红之神终于开口：奥丁，好久不见。这声音之中没有什么情绪，听不出愤怒，也听不出杀意。奥丁的声音淡淡：好几年前我把你打成了重伤，这次碰巧发现你来到罗马，自然得来招待一番。好。猩红之神说着，缓缓向前走了几步。他每走一步，身上的气势都升腾几分。现在的你不是我的对手。奥丁摇了摇头，目光似乎能够洞察一切。我当年给你造成的伤应该还没彻底恢复，所以你才那么着急的想要找到基因编码手册。猩红之神说道。我同样也让你原地踏步了好几年。听到这儿，苏无忌对艾斯戴尔低声说道：我怎么觉得这两人有激情？杜西斯在一旁呵呵笑道：打了这么多年，也打出感情来了，互相离不开对方了。苏无忌说道。真当真？杜西斯：当然是假的。奥丁恨不得扒了猩红的皮。他又问道：打住，你为什么帮我？如果没有杜西斯出手，今天的苏无忌面对火力全开的猩红之神，还真的很难扛到奥丁到来的这一刻。杜西斯：你喊我什么？苏无忌呵呵一笑：喊你老杜有什么问题？杜西斯耸耸肩：随便吧。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苏无忌说道：我不想平白无故的欠你的人情，毕竟我以后还想狠揍杜卡罗呢。杜西斯说道：我早已退出，和杜卡罗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是想要对杜卡罗动手，放开了打便是。苏无忌对着杜西斯的印象很好，他说道：怎么还不愿意说出真相？杜西斯面无表情：怀一个恩情，仅此而已，仅此而已。至于要还谁的恩情，他似乎不愿意讲。这时候，奥丁往前迈了一步。这一步过后，他便是直接迈出10几米，从树冠上跨了下来，随后轻轻地踩在了地上。这个动作就像是从一个10公分高的台阶上迈下来一样轻松简单。从这表现来看，确实很难发现他近期受过重伤。随后奥丁开口说道：猩红，如果你需要编码手册，可以去以色列找列维，他还活着。猩红之神的语气里听不出丝毫感情，说道：你来到这儿，总不会是为了告诉我这个无关紧要的消息吧？的确，傻子也能想到要去找列维，但显然作为背叛了老师的学生，猩红之神断然不可能再从列维的手里拿到任何的东西了。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很简单，猩红之神只要出现，我就要出手。奥丁说道：
你们是整个黑暗世界的败类，对你们赶尽杀绝是我的分内之事。说着，他身上的气势已经节节攀升。苏无忌转头看向了杜西斯。老杜奥丁是这么有集体荣誉感的人吗？杜西斯的语气里透着嘲讽。理想远大，野心勃勃，志在成为众神之王。而这时候，金明鹤已经来到了那司机的旁边。他说道：你别蹲在这里暗中观察了，再不离开，苏无忌真的能把你给挖出来。我不在意是不是会被他挖出来。司机此刻有些疑惑。奥丁现在来到这儿干什么的？他不是受重伤了吗？当时他在欧洲遭遇伏击，可是我亲眼看到的，战报也是我发布的。金明鹤摇了摇头，给出了一个和苏无忌有些类似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奥丁。哈，但猩红之神可不是虚张声势。司机说道：我看了全程，这家伙简直强大的深不可测，跟杜西斯打到现在，不仅没受什么伤，甚至还没出全力。如果真的打起来，身负重伤的奥丁一定是处于下风的。这么着急的出手，顾符合奥丁的沉稳性格。今天晚上的局面多少有点诡异。金明鹤说道。即便以他的毒辣眼光，也看不透此时的局势走向。然而他的话音尚未落下，场间的烈风已经骤然而起。猩红之神主动冲向了奥丁。这两人一旦见面，从来都是不多说废话，直接开打。轰轰轰！当一黑一红的两道身影碰撞在一起之后，剧烈的气爆之声已然如惊雷般响起，场间已经变得目不能视，就连夜色仿佛都在震颤着。苏无忌看得热血沸腾，浑身力量流转，甚至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男人就该这么强大。他把紫色软剑往腰间一扣，握着拳头，刚想要冲进战圈，便被人从后面拉住了。跟我回去。杜西斯忽然一把揪住了苏无忌的衣领。这不是你该参与的战斗。说着，他居然直接把苏无忌夹在腋下，一路狂奔，撤离了战圈。艾斯戴尔扭头看了一眼打得天崩地裂的两大天神，随之跟着退了出来。别啊，我不想就这么走了。苏无忌不甘心地喊道。我还没打够呢。他被夹着，动作极为狼狈，就像是小时候犯了错，被父辈夹在胳肢窝底下带回家一样。苏无忌确实有些不太甘心，毕竟他之前顿悟了一下，只来得及在猩红之神的身上验证了一拳而已，根本还没打爽呢，想要把体悟出来的那种力量运用多试验试验。杜西斯喊道：以后有的是机会。他的速度很快，一下子便追上了提前撤离的夏子熙。艾斯戴尔一把抓住了后者，也夹在胳肢窝底下，往酒店冲去。而就在苏无忌已经远远撤离战场的时候，金明鹤和那个一直用着电子声的司机却开始面临了一场危机。猩红之神和奥丁还在交战，可天泉神殿的12个神类却悄然移动阵型，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把金明鹤和司机给围了起来。一道声音在树林深处响起：星辰、歌者，能见到你们两人在一起，今天这场局也算没浪费。话音落下，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正是从南离消失的严坤。苏无忌被送到了酒店房间，杜西斯转头就要走。老杜，你去哪里？苏无忌问道。杜西斯指了指自己嘴角的鲜血痕迹，当然是要找地方疗伤了。猩红那家伙虽然不在全盛状态，但着实有些不太好对付。
苏无忌，你不去看奥丁和猩红的争斗吗？没什么好看的。杜西斯说道。以那两人目前的状态，谁都打不死谁，也就只能欺负我这老人家了。这话真的把他自己放在了很低的位置，但苏无忌很确定，这个杜西斯的实力可不弱于当初遇到的阿曼德。谢谢你，老杜。苏无忌很认真地鞠了一躬。没必要。杜西斯摆了摆手。然而就在他要出门的时候，苏无忌又问道：猩红之神之前所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杜西斯笑了一笑，说道：他说过的话多了，我都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句。说完这句话，他便走了出去。显然苏无忌所提到的那句话是你这是站在整个黑渊的对立面，下场会很惨很惨。杜西斯不可能不明白。等杜西斯走了之后，苏无忌看了看这双人间里的2张床，轻轻摇了摇头。另外一张本来是夏子熙的，可是他现在被艾斯戴尔带去后者的房间里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太和谐的事情。想想有可能会发生的修罗场，苏无忌不禁有点头大。把衣服脱了。艾斯戴尔说道。夏子熙此刻的状态很虚弱，但是听了这句话，他又有些犹豫。教官，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个场景下又见到教官的真容。更没想到的是，一进入房间里，教官就给自己下达了这种命令。哪怕这是关心，但从双方的某种情敌立场来看，也是让人感觉到怪怪的。艾斯戴尔的声音平静：晨曦，这是命令。于是夏子熙便开始缓缓解开了自己身上被鲜血染红的衣服。看着那残留着血迹的脖颈和锁骨，艾斯戴尔的目光微微凝结了一下，轻声问道：这是你的血还是他的血？夏子熙：都有，他的多一些。艾斯戴尔淡淡说道：我知道了，继续。随着夏子熙脱去上半身的最后一件衣服，他那被鲜血染红一大片的身子已然全部展现艾斯戴尔的眼前。后者伸出手来，手指轻轻地按在了晨曦的胸口。这里疼吗？艾斯戴尔稍微发力压了压。疼。夏子熙疼得微微蹙眉。这儿呢？艾斯戴尔又换了个地方轻按。也有点疼。夏子熙说道。艾斯戴尔轻轻摇了摇头。晨曦，你伤上加伤，应该休息一段时间。多谢教官关心。夏子熙说道。这次我来到欧洲，主要是因为我父亲。任何原因都不重要。艾斯戴尔打断了晨曦的话，说道：不管怎样，你都应该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第一位，根本不该拖着伤势未愈的身子来欧洲调查真相。夏子熙深深点头。是。雪人出了事，未央继任，许多事情尚未理顺，和杜卡罗的不断壮大相比，银月已经处于了下风。艾斯戴尔说道。现在银月的每一个杀手都非常宝贵。我知道。夏子熙说道。对了，教官，你知道未央是谁吗？艾斯戴尔看了他一眼。我当然知道。不过话虽如此，他似乎也没有把实情告诉夏子熙的意思。夏子熙也没有再细问，而是把杜卡罗猎杀者冒充未央事情简短地说了一遍。艾斯戴尔听了之后，终于透露了多一些的细节，说道：未央不是男人，再有男生冒充，一律视为假冒。是。夏子熙咳嗽了2声，身形晃了一晃，差点没能站得稳。去洗洗身上的血吧。艾斯戴尔说道。自己能洗吗？夏子熙愣了愣。
就在这里洗，我可以回自己的房间洗。艾斯戴尔直截了当，就在这儿洗。在被夹着带回来的路上，苏无忌说过，为了避免杜卡罗的攻击，他和夏子熙住在同一个房间。而现在，艾斯戴尔偏偏不让夏子熙回去洗澡。好。夏子熙无奈，只能在教官的房间里洗了今天的第2遍澡。在他正洗着的时候，艾斯戴尔忽然间开门进来。教官。夏子熙犹豫了一下，还是礼貌性地问道：你要一起洗吗？不用，房卡给我。艾斯戴尔的语气里似乎没什么情绪，说道：我去把你的换洗衣物拿过来。好。夏子熙说道：房卡就在我的裤子里，裤子脱在外面的沙发上了。艾斯戴尔关门，拿了房卡就离开了。夏子熙开始心不在焉了起来。教官姐姐这次离开，会不会和无忌在房间里？想着之前看到他们的亲吻画面，夏子熙觉得越来越没力气了，身子越来越软，简直都快要站不住了，干脆半躺在了没放水的浴缸里。但还好，几分钟后，艾斯戴尔便回来了。他开门进来的时候，夏子熙还明显有点意外。教官，你们这么快？艾斯戴尔淡淡说道。不然呢？你认为我还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说话间，他还上下扫了一下这位主力杀手的身材，目光甚至在关键的位置停留了1秒钟。实在是个完美的东方女人，她的身子从上到下都挑不出什么瑕疵来，应该是无忌非常喜欢的类型。夏子熙说道。我无忌他怎么样？艾斯戴尔说道。我在房门口遇到了他，他说要去旁观2大天神的交战。夏子熙的表情之中立刻涌现出了担忧之意。那会很危险的，他一定会忍不住出手的。艾斯戴尔说道。所以我要去看一看，你一个人待着，有问题吗？我没问题。夏子熙着急地说道。教官，你快去支援无忌吧。艾斯戴尔又看了看面前洁白无瑕的美人儿，眼底有一抹不为人知的复杂。你好像比我还要担心他的安危。夏子熙说道。教官，请不要误会。艾斯戴尔轻轻摇了摇头。苏无忌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但我必须承认，我和他目前还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说完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关门离开，留下夏子熙在浴室里光着发呆。不是男女朋友，还能吻得那么缠绵。愣了好一会儿，直到那光洁肌肤上的水珠快要晾干的时候，夏子熙才回过神来。他又想起了今天所听到的另外一个名字——东亚叶皇。之前在莫桑科罗岛，白木哥曾经与好闺蜜简单的聊了几句，那个让自己倾心的男人，当时的夏子熙可完全没往苏无忌的身上去联想。看着镜子里那近乎完美无瑕的身体，夏子熙的眼睛里涌现出了难言的情愁。他轻轻地叹了一声，自言自语：这种事儿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夏子熙也来得太晚了。他穿上了睡裙，坐在床上，胸腔一阵阵的疼痛，身体疲惫至极，脑子里却毫无睡意，乱七八糟的思绪飞转。良久之后，他又对自己说了一句：夏子熙，如果苏无忌是别人的男人，你可以下手抢一抢，但是鸽子的男人你不能碰。说完这句话，他像是下了某种决心，终于说服了自己，躺了下来，沉沉睡去。此时金明鹤看着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自嘲地笑了笑。严坤没想到布置了半辈子的局，
居然被你反包围了。话虽如此，但他看起来并没有多紧张。严坤开口说道：故意发布奥丁大人重伤的消息，引得很多仇家来追杀。星辰歌者，你们觉得大人能咽得下这口气吗？说话间，他还咳嗽了2声，显然之前被战神传人高海峰打出来的伤势还没有痊愈。司机的电子音响起：歌者，菜篮里没除掉他，是你的失误。星辰，别这么说我。金明鹤说道：如果不是你今天非得凑得那么近发布战报，位置也不可能暴露得这么彻彻底底。原来这个司机就是星辰歌者的另一人。星辰，确实，歌者说的没错。严坤说道：我就是根据战报才大概确定了你们的所在范围。在苏无忌和杜卡罗的猎杀者交战之后，星辰接连发布了几条战报，引爆了论坛，把黑暗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罗马。在这种情况下，以严坤的手段，想要在交战区域附近寻找星辰歌者的所在，就不是太难的事情了。星辰的电子声再度响起：严坤，奥丁还在与猩红交战，就凭你带着天神神位，拦不住我们。然而随着星辰的话音落下，奥丁与猩红之神的交战似乎停止了。不知道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那一道猩红色的身影竟是已经倏然远去，眨眼之间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星辰揉了揉太阳穴，这俩人之间的死仇也能暂停延后。全身笼罩在黑衣中的奥丁正缓步走来。金明鹤说道：我本以为你拖着重伤之躯来到这儿是虚张声势，但没想到。严坤的语气微潮，说道：大人即便身上有伤，拿下你们也是轻而易举。奥丁淡淡说道：星辰，歌者归顺于天权神殿，或者立刻死在这儿。这语气清淡，可是其中那种掌控生命的气场却是无比浓郁。星辰摸了摸喉咙上的变声器，冷笑道：奥丁，你如果全盛时期，我大概会选择避避风头，可是以你现在的状态，还真不一定能留下我。奥丁并未再说什么，就静静地立在几十米之外，身上的气势仍旧无比强大。严坤则是说道：星辰歌者，天权神殿的精锐早已离开了阿尔卑斯山，在罗马等着你们了，这就是一场针对你们的围猎。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四周响起了纷乱又迅疾的脚步声，又有上百道身影急掠而至。星辰和歌者这一对擅长用脑子的老搭档，似乎已经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局之中。严坤在短时间内能布下这么一场针对星辰歌者的局，已经算是相当不容易了。毕竟那两个脑子极其好用的家伙，行走在黑暗世界里，几乎没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还是第一次被人将计就计的坑到了如此程度。此时上百道散发着肃杀之气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周围，手中的利刃已经齐齐出鞘，这些全都是天权神殿的精锐战斗力。严坤说道：星辰歌者，除了你们所看到的这些人之外，周围还有20个狙击手，无论你能往哪个方向撤退，都会被狙击枪子弹追着打。他的声音淡淡，从中听不出一丝一毫的得意，甚至还能感受到一种凝重感。那个星辰扭头看向了金明鹤，说道：歌者，你说的没错，这个严坤还真是个人才。金明鹤淡淡道：他确实不错，但终归是因为你自己太大意了。是。不过话虽然如此，但是他的语气里倒是也没有多少责怪的意思。
星辰倒是有些不服气。天权奥丁和猩红之神正在这儿决战呢，换作是你，你能忍着不看？金明鹤心道：你是冲着2大天神来的，还是冲着某个年轻天王来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严坤又咳嗽了好几声，才说道：星辰，你的真名叫什么？不告诉你。星辰说道。严坤又问道：那你为什么带着变声器呢？星辰呵呵一笑：关你什么事？严坤说道：带着男生变声器的人，要么是声带受伤，要么是女扮男装，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身份敏感，不方便以真身示人。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让我猜猜，在这3个原因里，你又是哪一种呢？你的废话可真是够多的。星辰抬手指了指奥丁和严坤，说道：歌者，一人一个，你先挑。金明鹤往后退了一步：我身体不好，你1打2吧。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星辰没好气地喷了一句，双臂一震，2把短刀随之落入了掌心之中。动手！严坤淡淡说道。随着他这命令一出，上百名天权神殿的精锐身形齐动，变化出了好几个合击阵型，数把长刀已经凌厉地斩了过来。星辰一跃而起，迎着刀光便冲了上去，而金明鹤的则是往后退了2步，双手居然插在口袋里，老神在在地看着现场激战的局面，似乎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旁观者。严坤也没有动，他只是隔着纷乱的人群，表情凝重，盯着一动不动的金明鹤。显然，根据他的情报和判断，歌者比星辰更棘手一些。在这个2人组合里，应该是以歌者为主导的，而星辰则是后加入的。星辰的身手显然极强，这些发起群攻的天权精锐们并没有给前者造成太多的麻烦，反而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现场的血腥味气息开始逐渐弥漫开来。星辰现在虽然还没有打出什么所谓的气爆声，但是此人手里的2把短刀简直玩出了花，左右手配合极为精妙，往往一只手里的刀精准格挡开弓来的长刀，另外一只手里的刀便能直接重创对方。这家伙的战斗效率高得要命，只要左右手各一刀，便让一名天权精锐失去战斗力。但是这天权神殿的合击阵型也确实有些东西，每当一人被放倒，便立刻有人形成补位，以至于那位星辰始终没能突破围攻。严坤见状，身形一动，他虽然伤势未愈，但此刻身上还是腾起了颇具压迫力的气势来。严坤的手在腰间一拉，一把天权神殿的制式长刀已经出现在了手中。他迈步走进战圈，径直走向了星辰，所行走的路线似乎像是设定好的一般，并未对其余天权精锐的合击阵型产生任何的影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穿着天权神殿作战服的男人从严坤身边冲过，忽然调转了方向，手中的长刀狠狠地劈向了他。这一刀气势十足，甚至透出了一股霸烈的味道来，跟天权精锐们的合击招式完全不一样。冒充者！严坤已经喊了出来，他反手挥起了长刀，和对方的刀狠狠碰撞在了一起。吭吭吭，接连好几下，火星四溅。在这一刻，2把天权神殿的制式长刀居然都断了。然而在碰撞之时，从对方的长刀之上传来了巨大的冲击力，震得伤势未愈的严坤又忍不住的想咳嗽了。的确，
在和高海峰交战过后，他现在的战斗力连巅峰时期的1/5都没有。但即便如此，严坤还是不想错过这难得的机会，依旧拖着重伤之躯，完成了对星辰歌者的围困。可下一秒，他便看到那个冒充天权精锐战士的年轻男人陡然攥起了拳头。对方这一攥拳，好像攥住了狂暴的惊雷，似乎拳头之中所蕴含着的力量极为恐怖。而这一刻，严坤也终于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青年的脸。暗影天王，他喊了出来。当严坤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那狂暴如惊雷的气爆声也在他的身上炸响了。砰！苏无忌从杜西斯身上体悟出来的那一拳，结结实实地轰在了严坤的肩膀上。他整个人被打得横飞出去，在撞断了5、6棵碗口粗细的树之后，才摔落在地。没错，苏无忌从酒店里出来之后，正好遇到了天权神殿的精锐们在形成包围圈，他直接放倒了一人，就地换上了对方的衣服。而严坤被打飞之后，他原先站立的位置立刻被合击阵型补上了。数把长刀从四面八方朝着苏无忌劈了过来，似乎已经封死了所有的角度。这要是换作普通高手，即便防得住前面，也没法防守侧面和后面。然而苏无忌的手在腰间一抽，随后身形猛然旋转，大臂一扬，那紫色剑芒犹如花瓣盛开，吭吭吭吭吭，剧烈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周围的所有长刀尽皆被削断。苏无忌的身形随后又是一鸣，骤烈翻腾而起，整个人直接化身成为了狂暴龙卷，周围瞬间血光四溅，惨叫连连。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无忌心中的危险感骤然涌出，因为那个一直在外围静静观战的黑衣身影忽然迈了一步。仅仅是普普通通的一步，他便越过了好几十人的乱战现场，来到了苏无忌的身后。苏无忌想都不想，猛然转身，紫色软剑骤然绷直，朝着身前劈去。唰！然而凌厉的紫色剑芒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奥丁便是一抬手。他戴着黑色手套，手掌斜斜一拍，极为精准地拍进了那一片紫芒之中。嗡！这一刻，苏无忌只觉得剑身巨震，剑柄差点脱手飞出。从奥丁手上所传来的力量实在是太狂猛了，为了抓住紫剑，他的身子也被带歪了出去。然而这时候，苏无忌的身形居然一拧，整个身体反惯性的强行拉了回来。他的大臂一挥，掌心之中力量涌动，仿若惊雷将爆，狠狠轰向了奥丁。这一拳比刚刚轰飞严坤那一拳的威势明显更猛许多。苏无忌甚至觉得自己把从杜西斯那里体悟到的东西全部都用上了。这一拳之中所蕴含着的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强。面对苏无忌的猛烈轰击，奥丁再度抬起了手。然而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一抬手而已，场间便立刻变得飞沙走石。距离他们俩比较近的几棵树，表面的树皮都有一大部分变成了木屑。紧接着奥丁的手掌便拍上了苏无忌的拳头，这一下并不算重，似乎都看不到他的发力过程。但是苏无忌只感觉到一股沛然墨玉的力量轰然袭来，他瞬间便对自己的身体失去控制，随后便是天旋地转。紧接着苏无忌的身形已经旋转着飞了出去，
哐哐哐的接连撞断了10几棵树。奥丁没有再看他，而是扭头看向了正在厮杀的星辰。后者虽然杀伤效率高，但显然已经陷入了围攻之中，短时间内很难彻底消耗掉这些天泉神殿的精锐力量。随后奥丁迈步，又是简单的一步跨出去，便已经来到了星辰的正面。那些混乱的手下根本没有对奥丁形成任何的阻挡，也不知道他这一步到底是怎么避开这些人的。奥丁的手掌抬起，这一掌尚未攻出，场间便再度烟尘四起，似乎他才是这一片世界的中心。此时，那位星辰忽然高声喊道：“来得正好！”随着这一道喊声发出，星辰左右手中的短刀忽然间变得刀芒炽烈。这刀光极盛，和之前对战那些天泉神殿精锐们的时候相比，简直有若云泥之别。显然之前这位星辰根本未出全力。那2把短刀所爆发出的刀芒瞬间暴涨，一左一右狠狠斩向了奥丁。此时奥丁的手掌也已经挥出来了，那劲气飓风瞬间迎上了2道凌厉的刀芒。轰！周围的天泉神殿精锐都被奥丁的掌风波及了，瞬间跌出去好几个。烟尘散去之后，奥丁仍旧立于原地，而那位星辰则是跌出了10几米，后背重重地撞在了小广场的雕塑上，这才停了下来。奥丁，你这该死的家伙，疼死我了！星辰皱着眉头，揉着后背说道。这声音一出，场间一下子寂静了下来。星辰意识到了什么，立刻捂住了嘴巴，随后又连忙摸了摸自己的衣领和喉咙。奥丁抬起了2根手指，在他的2指之间夹着一个黑色扁平火柴盒一样的小型设备，那是变声器。那一道女人的声音实在是太清晰了，而且从音色上来判断，似乎还颇为年轻。星辰捂着嘴巴，明显有些凌乱，似乎已经忘记了奥丁刚刚那一掌给他造成的伤痛。奥丁冷冷一哼，随手一甩，那个变声器便被甩到了星辰的跟前。后者咳嗽了2声，捡起来一看，变声器已经在交战之时被凌厉的劲气打烂了，内部的连接线都断了好几根，明显不能再用了。金明鹤摇了摇头，走到了星辰的旁边，一把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道：“是不是不太习惯听到自己的真实声音？”后者的语气里满是抱怨：“歌者，你真不是个好队友，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挨揍而硬忍着不出手？”金明鹤摇了摇头，说道：“我就算出手，也打不过受伤的奥丁，说不定还会加速我伤势的复发，不如省省力气，多活几年。”星辰说道：“我感觉你回了南离一趟，似乎变得有些无耻了，也不知道是被谁传染了。”金明鹤说道：“你的感觉没错，我确实是被一个人传染了。”说罢，他抬起头来看向另一个方向，视野所及，一个年轻的身影正拎着紫色长剑，另外一只手捂着后腰，朝着这边一歪一斜地走了过来。苏无忌接连撞断了那么多棵树，此刻着实有些不太好受。奥丁施加在他身上的力量实在是太强悍了，自己好像是一只中华田园犬遇到了猛犸象，被象鼻子直接轻而易举地缠住，毫不费力就甩了出去。奥丁这特么的是身受重伤的样子吗？这特么的明明是全胜状态好不好？这还是和猩红之神打了一场之后的奥丁。
苏无忌有些唏嘘，不真正交手，永远不知道自己和天神级人物之间到底有着多么可怕的差距。现在想来，苏无忌越发感谢杜西斯。如果今天没有他硬生生地拦着猩红之神，自己怕是要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恶战了。奥丁看了看苏无忌，看似并未过多关注，随后目光重又落在了星辰的身上。也不知道是不是紫色软剑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毕竟在现如今的黑暗世界里，花花绿绿的武器简直多得数不过来，就算是大男人用紫剑也没什么稀奇的。更何况曾经那些传奇人物的随身武器更是遍地皆是仿制品，单单从外表看上去，那些假冒的玩意儿比真的还真。苏无忌注意到了奥丁看自己的样子，但是由于对方的眼光和模样始终隐藏在大兜帽的阴影之下，所以苏无忌无法从对方的表情中分析出他真实的心情。你怎么样？金明鹤问道。苏无忌揉了揉后腰和髋骨，没回答，而是反问道：星辰歌者实际上是星辰和歌者。金明鹤说道：严格说来，在雷蒙情报局成立之后，是先有的歌者，过了10年才有了星辰歌者。苏无忌看了看那贴着龟皮面具的女人，问道：所以之前就是你干掉了杜卡罗的几个猎杀者，然后还给我留了纸条。当时苏无忌就觉得那酒店房间的窗户打开角度绝对不能容得下一名成年男人进出，除非对方天生身材瘦小，或者练习过缩骨功之类的。但如果是个身材和强壮不沾边的女人的话，那么这答案就是顺理成章了。是我。星辰捏了捏嗓子说道。苏无忌笑道：你是好人啊，比金明鹤好多了，谢谢你。星辰说道：口头感谢，我不喜欢，我喜欢实质性的东西。金明鹤呵呵一笑：大部分的女人都比较无知。星辰不爽地说道：我要是把你这句话放到网上去，南厉的女性主义者们能把整个荆家给掀翻了。强敌当前，几人居然还能旁若无人地聊起天来。当然，苏无忌和那个星辰更有可能是在借机恢复着体力。这时候，奥丁看着站在中间的女人，终于淡淡开口：你叫什么名字？星辰直接回了一句：你没有资格知道。奥丁说道：年纪不大，实力尚可，智谋多端，必然有个好老师或者好家世，这其实并不难猜。那你就猜呗。星辰双手抱胸，回以冷笑。苏无忌看了看他，挺平的，平平整整一块地。光看这儿的话，很难让人想到他不是男的。但这倒也不是全无坏处，起码行动方便，得颈椎病的概率大大降低。苏无忌的思绪居然特么的飞远了，心道：也不知道是不是贴了2个创可贴，就轻轻松松的出门了。那位星辰注意到了苏无忌的眼光，冷哼了一声：还没看够。苏无忌回过神来，揉了揉疼痛的髋骨，没好气地说道：你穿的那么厚，男女都分不出来，有什么好看的？星辰呵呵一笑，给自己找补了一句：就是让你分不出来的。奥丁的目光还在他们的身上逡巡着，当然主要是在看着星辰。他似乎并不着急动手，也不知道究竟是觉得胜券在握，还是出于别的原因。严坤这时候已经艰难地走了过来，他的腰有些不太能直得起来，手一直捂着肋部。苏无忌的那一拳确实给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此刻整个侧肋和胸腔都是火辣辣的，涌上喉咙的腥甜感始终就没断过。
大人抱歉，我的计划失利了，还得让您亲自出手。严坤说道。其实，在这件事情的原计划里，奥丁本无需亮相，毕竟天泉神殿的底子非常厚实，背后天灾强者的数量估计要在星星12神殿里遥遥领先。但是奥丁偏偏来了这里，亲自对付星辰歌者。如果奥丁不来，严坤完全可以请天泉神殿里的其他天灾出手，说不定现在星辰歌者已经被解决了。奥丁的声音淡淡，这场失利和你没有关系。星辰歌者如果那么好对付，他们也不至于在黑暗世界里嚣张那么久。这话一出，让对面的三人都明显有些意外。这奥丁似乎是非常体恤下属，和传言中那个不在乎手下死活的铁腕独裁者形象截然不同。苏无忌捕捉到了这句话里的另一层意思。怎么，你已经承认失利了吗？我很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奥丁说道，和你们多接触一些，会让我觉得我衰老的速度可以减缓一些。苏无忌说道。然后呢？他确实是在趁机抓紧恢复着体力。世界总是年轻人的，我会从你们的身上看到未来。奥丁似乎并不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接着说道，你们的出现频率在增加，让我能够预判到这世界接下来的一些走向。苏无忌用胳膊肘戳了戳旁边的女人，说道，我总觉得他的这句话别有深意，你觉得呢？星辰没好气地回应道，你别戳我，这里很疼。然而下一秒，奥丁那黑色衣袍陡然一展，就像是猎食的安第斯秃鹫展开了巨大的翅膀。这一刻，仿若原地掀起了末日风暴，尘烟四起，飞沙走石。苏无忌只觉得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轰！奥丁裹挟着风暴，瞬间就杀到了三人跟前。苏无忌率先攥起了拳头，狠狠砸向了袭来的身形。星辰紧跟而上，手中的两把短刀同时爆发出了极为耀眼的刀芒。金明鹤刚想上前，身形却忽然一顿，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涌来的灰尘呛着了，剧烈地咳嗽了几声。无尽的尘埃之中，众人甚至看不清楚奥丁到底是怎么出手的。只是随着无比强烈的气爆声响起，星辰的双刀全部都被打飞，整个人率先飞出去了。苏无忌的重拳结结实实地命中了跟前的黑色身影，所有的动作融会贯通，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全部轰到了奥丁的身上。然而后者仍旧稳稳地立在原地，苏无忌的凶猛攻击甚至没能让他后退一步。但是这一拳似乎也让奥丁的动作迟滞了小半秒钟。由于这迟滞时间短到可以忽略不计，苏无忌甚至没法分辨出来这是不是错觉。随后，这位顶级天神抬起了一只手，简简单单拍向了苏无忌的脑袋。苏无忌本能地抬起双手进行格挡，他把全身上下所有的力量都调集到双臂和下盘，用来防御接下来那深不可测的一击。于是奥丁的手便拍在了苏无忌的小臂上，后者只感觉到无比狂猛的劲气袭来，哪怕全身已经绷紧，也根本抵挡不住，双臂被命中，带得他整个人朝着后方翻飞。哐哐哐，苏无忌又是接连撞断了好几棵树，而那有如实质的冲击力让始终没出手的金明鹤居然也跌飞出去了。可就在这时候，奥丁的身形忽然往旁边移动了一下，
这一步不过是2米而已。可是，一只白皙的手却突然杀出烟尘，出现在了奥丁原先站立的位置。如果奥丁不往旁边迈这么一步，这一掌必然已经命中他了。一道仙影于尘埃之中出现，正是艾斯戴尔。他一个无比漂亮的旋身，长腿狠狠抽向了奥丁的脑袋。这一记攻击极为凶狠，空气已经在小腿的前方被剧烈压缩，气爆声无比震耳。银月的杀手教官可从来都不是花瓶。然而奥丁也抬起了一只手，直接拍在了艾斯戴尔的脚面之上。这一下，现场仿若炸响了一枚手雷，烟尘滚滚四散。艾斯戴尔的身体状态远非最佳，这一下便旋转着跌了出去，身体在空中翻飞，随后双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调整姿态，稳稳落地，杀手教官的实力确实要比苏无忌和星辰更胜一筹。只是他的右腿肌肉明显有些发颤。奥丁的声音自烟尘之中响起：我之前要杀的是月神夫人，而你现在已经不是了，走吧。我要杀的是月神夫人，而你已经不是了。听了这句话，艾斯戴尔的表情微微一怔。奥丁知道自己和月神的关系，这很正常，毕竟是他安排神卫从非洲到欧洲，对自己进行全程追杀。但自己离开月神，只有苏珊娜等个别人知道。这个奥丁是怎么知晓这一切的？艾斯戴尔并未想到，奥丁之前就看到了他的手与苏无忌牵在一起。他对那个青年的担忧和关心也是溢于言表的。在旁边，星辰的眼睛里已经流露出了浓浓的八卦之意，而被轰飞出去的金明鹤则是对苏无忌竖了个大拇指，眼睛里的意味很明显。连月神老婆都能搞到，真是男人楷模。我依然是月神的朋友。艾斯戴尔淡淡说道，哪怕脸上多了些许尘埃，头发也有些脏了，但是在这混乱的场景之中，他那高贵的气质反而更加凸显了出来。奥丁看着艾斯戴尔的倔强样子，摇了摇头，抬手指了指已经站到他身边的青年。如果我现在要杀了他呢？艾斯戴尔说道。你做不到。奥丁难得发出了一道笑声。做不到。艾斯戴尔的声音里有着一往无前的凛然。你要杀了他，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但是我必须提醒你，我没那么容易死，即便你是奥丁。苏无忌听了这话，心中盈满了感动，似乎之前被轰飞出去所产生的伤痛都没那么严重了。戴尔，不用你站在我前面。苏无忌说着，拉住了他的手。不过由于自己的双臂之前硬抗了奥丁一击，现在2条手臂全部发麻，甚至小臂的肌肤都崩裂了一大片，鲜血已经染红了手心。感受到了苏无忌掌心之中的黏腻血迹，艾斯戴尔的眼光微微软了下来，一抹担忧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他问道。苏无忌，没事儿。说话间，他居然还转过脸来，在艾斯戴尔的侧脸上亲了一下。星辰啧啧说道：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这个姐姐真是个好女人啊。奥丁看了看艾斯戴尔，你说你没那么容易死，那么星辰与歌者呢？艾斯戴尔，他们的死活与我无关。星辰，我收回刚刚夸你的话。奥丁说道。星辰歌者，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很简单，
归顺于天泉神殿，或者现在就死。金明鹤咳嗽了几声，走了过来，一边拍着身上的灰，一边说道：如果我不答应你呢？奥丁看了看他，声音淡淡：你身体的病弱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或许即便我不出手，你也活不了多久。哥着，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苏无忌其实也有点意外，毕竟金明鹤之前在南厉的时候还能轻松躲开自己的攻击呢，怎么到了罗马之后就变得这么病殃殃的了？自己与奥丁战斗之时的余波都能把他震伤成这个样子。金明鹤说道：当年想要撮合南北两国，结果屡屡失败。年轻时候被北仙的国宝级兵王打伤过好几次，加上先天有点毛病，时不时的发作一下，刚刚恰好老伤复发。这句话不是冲着奥丁说的，而是在回答苏无忌的疑问。奥丁淡淡说道：哥着，我与你以往并没有直接冲突，为什么总是处处针对我和天泉神殿？金明鹤笑了笑：我平等的讨厌所有独裁者和野心家。奥丁的语气之中似乎带上了微嘲的意味，可笑的理想主义者。这一片世界会因为你们的单纯而毁灭的。说着，他一翻手，恐怖的力量开始在掌心之中凝聚起来，周遭的空气仿佛都因为这个动作而变得凝滞沉重。苏无忌甩了甩发麻的胳膊，说道：奥丁，你刚刚说让星辰歌者归顺天泉神殿，而不是归顺于你个人，什么意思？他清楚地记得这句话，奥丁今天已经说过2遍了。金明鹤轻轻点头：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奥丁淡淡说道：即便没有我，天泉神殿也依旧会存在，在我的心里，神殿永远在我个人利益之上。这句话倒是挺认真的，但在绝大部分人看来，事实是恰恰相反的。没有奥丁，就没有天泉神殿。哇哦，真是让人感动。苏无忌拍了拍手：奥丁真伟大。说着，他的身形忽然自原地消失，扑向了那个好似安蒂斯秃鹫一般的男人。苏无忌这么突然发动，就连刚刚还握着他的手的艾斯戴尔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气爆声已经炸响，周遭再度烟尘四起。星辰深吸了一口气，难以置信地说道：他这么勇的吗？连命都不要了。他双手握着刀，浑身的力量已经运转起来了。金明鹤微笑道：热血不冷，让人感动。星辰说道：奥丁会杀了他的，这种青年才俊死在这儿有点可惜。说罢，他也想要冲上去，可步子才刚刚一迈，左右手臂竟是同时被人生生拉住了。一看，竟是艾斯戴尔和金明鹤。你们不去帮忙，在这儿拉着我干什么？星辰没好气地说道。艾斯戴尔望着前方，显然已经看穿了所有真相，无忌需要替身。而身受重伤的奥丁是个绝佳的磨刀石。你没搞错吧？奥丁哪里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了？星辰说道。把一个顶级天神当成磨刀石，开什么玩笑？在整个黑暗世界里，怕是根本没人敢说这样的话。没错，就是这样。金明鹤又伸出了一只手，按在了星辰的肩膀上。你先别动。前方烟尘弥漫，目不能视，气爆声不断炸响，简直密集如战鼓。1分钟之后，苏无忌再一次的被打飞了出去。这已经算是坚持的非常久了。
这一次，奥丁所施加的力量非常狂猛，苏无忌飞出去的距离甚至超过了之前2次的总和。艾斯戴尔飞身而起，朝着当空翻飞的苏无忌追了过去。星辰握着双刀，又要冲向奥丁，却被精明鹤拦住了。他说道：奥丁不想打了。此时奥丁已经转过身，看着苏无忌飞出去的方向，双手背在身后，似乎完全没有要继续出手的意思。苏无忌飞出了好几十米，眼看着就要摔在地上了。艾斯戴尔终于追上，抢先一步将他抱入怀中。不过由于奥丁施加的力量太大，加上之前艾斯戴尔的一条腿出现了一些肌肉伤势，使得他也没站稳，两人齐齐摔倒在地。苏无忌今晚第2次把美人儿当成了肉垫子。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戴尔姐姐的身体真软，而第2个想法是，我去，奥丁太特么的猛了，根本扛不住。苏无忌刚刚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整整1分钟，不知道挥出了多少拳，力量疯狂输出。其实能扛得住他这么毫无保留进攻的人真的不算多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得好好薅一薅他的羊毛。而在苏无忌疯狂进攻的时候，奥丁基本上只是随手防御，从头到尾只是轻描淡写的抬抬手，便挡下了苏无忌的所有攻击。最后奥丁不知道是由于出于什么原因，忽然间身形一动，主动欺进，扣住了苏无忌的手腕，猛然一甩，苏无忌便立刻感觉到自己变成了空中陀螺，于是便有了现在的结果。差距太大了，简直没法打。苏无忌摇了摇头，嘴巴里溢出了鲜血。这倒不是被奥丁打出来的，而是他之前输出力量的时候太过于凶狠，把自己搞出了一点内伤。苏无忌现在终于理解了老大的那句话：你知道重伤的奥丁有多强吗？他坚信，如果对方真的起了杀心，那么自己现在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活着离开。此时奥丁虽然在看向苏无忌的方向，但是目光却越过了他，直接落到了树林边缘。不知何时，一个身穿黑袍的身影已经静静地站在那里了。这件黑袍有着白色的领子，在这样的夜色下，领口显得洁白无瑕，一尘不染。此人戴着一顶没有帽檐的小小帽子，露出来的头发已经全白，仔细看去，他的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看起来犹如刀砍斧削一般，每一道皱纹皆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在老人的胸前挂着一个小小的金属十字架。奥丁，这里是罗马。老人淡淡说道，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却清楚地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奥丁的语气也很淡，说道，我当然知道这里是罗马，阿莱西奥神父，好久不见。两人就这么隔着好几十米在对话，似乎谁都没有走近的意思。那名为阿莱西奥的老人说道，距离这里1公里就是罗马圣母大教堂。奥丁说道，我知道，你每天都在那儿。阿莱西奥说道，你和安杰洛今天晚上的所作所为会惊动神明的。现在这里一片混乱，不是罗马本来的样子。一旁的艾斯戴尔对苏无忌小声说道，安杰洛就是猩红之神的本名。苏无忌说道，那这反差有点大了。在意大利语里，安杰洛这个名字有着天使的意思，可是这个名字用在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血腥人物头上，实在是有些不太匹配。
奥丁冷笑着说道：“罗马有神明。”阿莱西奥说道：“当然有。”奥丁缓缓朝着这边走了过来，声音之中无悲无喜。即便有神明，只要他们敢拦着我的路，我也会斩神的。斩神？阿莱西奥神父淡淡说道：“你应该知道，这里距离天东教廷并不远，你如果想要斩神，可以直接过去。”他抬起手来，指向罗马城西北角的方向。奥丁停下了脚步，声音里透出了一抹危险的意味。什么意思？天东教廷今天要护着他们，